小的时候，每次路过这里，都会被眼前的大楼所吸引，但也只是远远的观看。10多年过去，还是如此。如今长大了，我不禁好奇，这栋大楼为何废弃？它里面又是怎样的景象？怀着好奇心，我穿过杂草。由于眼前的沟壑有点深，我只能踩在树井上面跨过。来到楼下以后就好走很多了。平时都只是路过，而真正的走到楼下，才感受到它远比我想象中的庞大。脚下还有干掉的草莓。紧接着来到楼的正面，尽管我见过比这更高的大楼，但都远不如这种只剩下框架的大楼带给我最直接的震撼。我站在楼道的中心，两侧的楼层宛如深渊一般，一层又一层地将我围绕其中。继续向前探索，往上爬楼梯。楼梯是没有任何护栏的，尽管它的水泥结构很结实，但由于没有防护，有的楼梯旁是电梯竖井，如果不小心摔下去，那后果是很严重的。来到大楼中间，刚好这时阳光的角度可以斜射进大楼，既增加了空间感和立体感，还有种神圣的感觉。来到大楼的另一侧，楼层只有立柱。这时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去，这些排列整齐的立柱就成了一幅画的画框，而背景的城市便成为了这幅画的内容，而我也置身于画中。此刻的阳光也正好能够斜射进来，傍晚的光线是最适合拍照的时候。紧接着我们原路返回。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的是，如果来到这种地方，还得小心地上的木板。首先是上面会有残余的铁钉，我也不小心踩中过。其次是由于长期被雨水浸泡，其内部早已腐烂，如果踩到覆盖在洞口的木板，有可能随时会跌落。至于这栋大楼为何存在，我也找到了答案，主要原因是由于资金链断裂，由2012年开始建造，2018年停工，废弃7年之久。但当我同周围的人聊起，才知道该市有很多这样的烂尾楼。在网上搜索发现，并没有关于这方面数据的统计。在关联数据中，我找到由2002年该省的财政厅披露，该市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1200亿元，债务率超300%，远超全国平均水平。看来，这栋烂尾楼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处缩影。后面的时间里，我也多次来过。另外还发现，由于下过雨，雨水积在地下室内，形成天然的镜面。这些由立柱形成的几何空间，
经水面映射过后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景象，极具形式美，宛如盗梦空间中的景象。那天我看着太阳落下，思索着这原本应该人来人往的酒店，而如今青苔爬满地面，雨水聚集成滩，或许未完成才是它的命运，而那裸露的骨架中有着永不停息的风。